今天的視頻跟往常有一點不一樣哦。我現在呢就在東莞的松山湖，每年呢都會在這裡舉辦華為 HDC 大會，也就是華為的開發者大會。這可以說是華為最重要的發布會了。看了 HDC 之後，你基本上就能知道接下來的一年华為要朝哪兒發力了。华为新旗艦想要做什麼，能做什麼，也能猜到個大概了。在19年的 HDC 上，華為就推出了第一代鴻蒙 OS。2年前，華為又在 HDC 上向大家介紹了完全獨立原生的鴻蒙 Next。那今天最新的鴻蒙7開發者 Beta 版本也會在 HDC 上面發布。華為又要搞出哪些新東西呢？今天我就帶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出發出發出發！給不熟悉鴻蒙的小伙伴簡單介紹下哈，現在的鴻蒙從最底層系統內核開始，都是華為自己研究的系統，和安卓 iOS 完全獨立開，所以在這基礎上面，什麼軟件啊、生態啊，完全都是從頭開始重新搭建的。所有的軟件體驗理論上也是基於鴻蒙的特性來開發的。有啥好處呢？就比如說相冊 ，iOS 還有安卓這邊 App 需要照片的時候，要麼你就把整個相冊授權 ，App 直接就能看到完整的相冊；要麼呢，就每一次一個一個的添加。但鴻蒙就是另外一種邏輯了，必須走系統的文件管理器，相當於加了一個中間人 ，App 想看就只能伸手找鴻蒙要，它就只能看到你允許的那一小部分。那接下來我們的第一站就是 HDC 的鴻蒙互動展區啦。這裡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好玩的，就是京東還有大眾點評，現在上面有一個麗影 3D 的功能。像是之前我們找一些酒店啊，或者說是一些餐廳的時候，我們就只能看到圖片，但是買家秀和賣家秀的區別大家應該很清楚了吧？但現在呢，我們可以通過鴻蒙的 3D GS， 可以直接看到這個店面的一些 3D 信息，可以這樣子走進店鋪裡面，這樣子轉一圈，商家也可以直接把自己的商品或者是店鋪環境通過 3D 的形式給展示出來，對吧？你想看看靠窗的位置如何？哎，從這裡走進去，這樣就可以看到了，很方便啊。哎，甚至說我們這個也根本不需要走門，好吧？可以直接從這個窗戶這裡直接穿出去。而制作這樣子的麗影 3D 也不需要很複雜的設備，你只需要一台鴻蒙的設備，然後在店裡面走一圈就可以做好啊。除了剛才大眾點評那邊的麗影 3D 之外呢，京東這邊還有一些商品類的，這有之前掃好的一些商品，給你們看下效果。這個雙肩包，包括它這個肩帶的一些細節，它的掃描也非常非常的簡單，我們只需要按照這個引導的網格，把這一個網格給填滿。看一下剛剛的小公仔，我們可以去 App 裡面查看。首先就是一个立體 3D 的效果，看到這個縫合線的位置跟實物對比上面來說，已經非常非常的還原了。京東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 AR 擺擺看的功能，它這個 AR 呢，在很多應用裡面都有一些很神奇的用法。假設說我現在準備把這一個展台給寄走，那這裡現在就有一個 AI 識別。OK， 然後現在這個桌子的尺寸就已經出來了。哎，等一下，我們要不要試試看把攝影師寄出去怎麼樣？來，你過來一下，你蹲在這裡。Nice， 物品黑色 T 恤男子，從深圳寄到杭州，如果是明日達的話呢，就是4200；有時候後天到的話呢，那就是3000塊錢，還是寄一個隔天到吧，這樣子的話就不會憋死了。這裡呢還有一些算法上面的優化，快速加載多張圖片的時候，那像是鴻蒙6的話呢，我這樣子播的時候，它是有點卡頓的，然後它就會黑掉。再來看一下鴻蒙7，這是慢速的一個切換，快的話呢，它也不會產生卡頓這樣子。怎麼樣？這個效果是不是區別還蠻大的？而且不光是只有這個應用可以啊，其他應用的話也是可以調用這個算法的。當然啦，有新東西的不只是那一些大眾的軟件，就比如說我平時最常用的這個飛書，也支持了折疊屏的應用內分屏。假設我現在打開一個雲文檔，同時呢，我又想跟我的小夥伴交流一下思路，那我就可以點一下這裡的分屏，這邊就可以繼續看文檔，然後這邊呢就可以點到聊天。又比如說，我可以開同樣的一個文檔，然後兩邊對比着去做修改。像是有一些特殊領域才會用到的一些軟件，也有一些新的功能。像這個軟件的話呢，我們就可以長按這一個，然後可以點懸浮盯盤，它會有一個這樣子的懸浮窗。那在這裡呢，你就可以簡單的去預覽一些你平時選的一些股票。然後我們點這裡的話呢，也可以直接跳轉到這個頁面裡面去。平時你不想那麼大的時候呢，你也可以把它縮成一個小的懸浮球，把它藏在這個側面欄裡面。然後這個閃控窗的話，如果別的應用想要開發的話，也可以接入到這個接口的。
除了很多第三方的 App 以外，这一次鸿蒙本身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比如说这个鸿蒙星盾反诈。像平时的话呢，如果我们接到一些诈骗電話，可能等你聊完之後再談這個反詐的一個提醒，已經晚了。但鴻蒙的星盾反詐呢，它就可以識別一些 AI 變聲，甚至未來你在瀏覽器、支付寶，或者是你去掃一些比較有風險的二維碼的時候呢，它都會直接給你攔截掉，從根源上杜絕你被騙。因為現場是沒有辦法真的打一個詐騙電話的，所以說工作人員就給了我一個能夠模擬詐騙環境的手機。像這個裡面呢，它一共有3個選項可以開。那假如說我們現在這3個都沒有勾上，我們可以試一下。現在選擇一個轉賬的操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你就直接就可以轉出去了。那假如說現在我把這3個都勾上，這個時候如果我再想轉賬的話呢，它就會直接攔截掉了。換完互動體驗展區的部分，接下來有意思的就來了。這裡呢，就是這一次 HTC 大會的鴻蒙創想街區。去年的時候，鴻蒙推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功能，就是遊戲的快速啟動。簡單來說，就是如果你遊戲玩到一半，突然有事退出去了，又或者是 App 切出去幹別的事了，系統就會生成一份遊戲鏡像，保存在手機閃存裡。當你再一次打開的時候，哪怕把遊戲後台殺掉，它都可以很快的再次打開。而且這功能也不需要你手動設置什麼，系統會自動識別你最常玩的遊戲來進行快速啟動。不過去年剛剛上線那會兒，支持的遊戲還比較有限，主要還是像穿越火線啊、地鐵跑酷啊這類玩家比較多的遊戲。但今年就不一樣了，支持的遊戲直接超級加倍。還有一個很好玩的就是泰晤匯券，鴻蒙上的這個泰晤匯券呢，它可以在各個設備上面流轉。就比如說，現在我在手機上面正在玩的這個存檔，然後呢，我現在想要換一個更大的設備來玩。你看，它這有2個圖標，這個帶角標的這個就是可以把它流轉過來的。現在點一下，這邊就會退回到主界面，這邊就會接續我們剛剛正在玩的這個存檔。我們點這裡就可以繼續遊玩了。然後這裡還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們這個人物存檔呢，它就是隔空傳功。我們可以看到這人物存檔上面有個小小的手掌的標誌，點一下這裡，然後抓起來，挪到這裡來，放開，噔噔，你看這個人物存檔就已經傳送到這裡來了。哎，最有意思的是它支持不同的賬號，也就是說你可以把你自己的存檔複製到你朋友的手機上面。今年的 HTC 還多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展區，就是我現在所在的這個鴻蒙星光大道。這裡應該是所有展區裡面我最感興趣的。這裡有很多小眾的 App， 而且這些 App 的開發者們也都在現場，可以直接進行線下交流。哎，然後我今天在現場發現了一位熟悉的朋友，嗨，王岩老師，好久不見。好久不見啊！那麼今天呢，我就來體驗一下王岩老師的這個聽懂一切。這個 APP 呢，其實我們採樣了幾千種啊，甚至未來會有上萬種不同的專業音頻產品。找一個華為的耳機啊，在這裡呢，我們就可以聽不同風格的一個音樂，通過我們價值40萬的人頭麥去錄製的一個對比效果。還有樂器類啊，像大家去琴行購買吉他，我想試一下5萬的吉他跟100塊錢吉他的區別，那琴行老闆肯定不願意。所以說你就可以在這裡試聽由我們的演奏家去演奏不同價位的吉他的聲音，比如說有指彈的，有掃弦的風格，有 solo 的風格，都可以通過這個 APP 去對比和試聽。閃靈的車載音響，我們通過人頭麥去錄製的聲音哈，你也可以在我們這兒購買，我們這兒有一個不同渠道的購買鏈接，你點進去會有滿500萬減500這樣的優惠，一定要在這裡點啊。現在這裡還有一個奇妙工具箱，這個 app 呢就有點像是軟件版的好123，裡面各種各樣的工具都特別的多，比如說這個實時黃金價格啦，對聯生成、彩虹屁、獎狀生成，這甚至還有一個戀愛話術，我要繼續看一眼。一起吃飯嗎？試一下。願意和我一起共享美食，讓愛在味蕾間流轉嗎？如果是你們的話，你們會赴約嗎？這裡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應用，就是這個靈動小組件。2年前呢，我也非常榮幸的有採訪到這邊的開發者，然後2年之後，他們的應用變得更加的牛了。它可以跟你的朋友或者說是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加上好友之後呢，你可以直接在這裡給他發送表情。你看，我現在在這裡發了之後，嘚兒。
這個動態表情就會直接出現在它的桌面上。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相距的一个距离。如果授权的话，你还能看到彼此的步数，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步数的 PK， 非常适合小情侣和好朋友的一款应用。这边呢还有一个能让新手小白也能成功拍出星轨，还有银河啊、星座这些照片的一个应用。首先，我们如果要去拍星星的话呢，要去哪里拍呢？我们在这里点开之后，有一个光污染的地图，这里的光污染就比较严重。我们要拍的话，就得去到这个绿色和蓝色的这个区域。底下这里还有2个数据，一个是月相，一个是云层覆盖。那假如说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拍摄的话，这右下角这里还有一个推荐，我们在这里就可以选择，比如说我是要拍银河啊，或者是拍星轨。现在是白天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实际拍摄的一个效果大概是什么样的。最终我们得到的一个成品图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完美的星轨图了。以前我们要拍一个星轨图，拍到的照片我们还得自己去软件裡面做堆栈，但是現在它在這個軟件裡面就可以自動幫你把這個堆栈給完成了。好啦，看了這麼多，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們有什麼感覺呢？我還挺感慨的。2年前純血鴻蒙剛剛上線的時候，大家對它還充滿了質疑和不確定，擔心它最後會只有系統沒有軟件。去年我做系統橫屏的時候，雖然它已經把生態數量拉上了溫飽線，但是各種軟件的體驗還有不小的提升空間。現在鴻蒙7發布了，麗影 3D 全鏈路反炸，支持更多的遊戲快速啟動。你們看，在鴻蒙7上面，生態數量已經不是鴻蒙最需要擔心的問題了。其實這一點在前一天的主題演講上，華為也同樣表達了出來。不管是開發者的數量，還是應用的下載量，又或者是小藝的日活，現在的鴻蒙和2年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我現在真的好想直接一覺睡到 Mate 90發布，不知道那個時候的鴻蒙又會給我們帶來什麼樣的驚喜呢 ？OK， 那麼以上就本期視頻的所有內容啦。如果這期視頻對你有所幫助的話，記得給我點亮下連關注哦，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那我是 T， 咱們下期再見吧，拜拜。